大家好，我是理想的小李，歡迎回來我的頻道。今天來到林內鄉，今天就讓我們用漫步的方式來探索林內鄉吧。那我們今天就從林內車站開始出發吧。在1987年所上映的電影《芳草碧連天》，林內鄉是電影的拍攝取景地，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這部電影來看看哦。我們就沿着火車站旁邊這條路走到底。在前方的紅綠燈右轉，走了一段路，終於來到林內芷蝶生態地景園區，我們就進去看看吧。沿着園區的小路，我們來到的是林內驛站。林內驛站這棟建築已有100年的歷史，早期是山林制止所的辦公廳舍。現在驛站裡面就是賣一些冰品、飲品，還有餐點之類的。整棟建築外觀很有南洋風情。外面種了很多椰子樹，那我們就繼續往園區後方走吧。這裡應該是廠房以前所遺留下來的骨架吧。走到最後方有一個生態池，旁邊這邊有一個地景藝術，作品名稱叫做舞猴，每個作品都有很生動有趣的舞姿。
整個園區最醒目的地景藝術，莫過於這兩隻鹿了。鹿的頭部上方停留了林內獨有的紫斑蝶意象。我們來看一下入口處這一棟建築裡面有什麼東西。這邊有一個牌子，我們看一下上面寫什麼。這裡面應該也是一個地景藝術的作品，我們進去看看吧。所以它下面這一段木頭是烏心實木，然後旁邊有鋸開象徵紙往上飄的這個角，上面還吊了一些木片，應該是象徵紙的意象吧，但感覺年久失修，有的木板感覺已經要掉下來的感覺。現在已經變成一個打掃用具的空間，沒有人在維護了，有點可惜。現在我們來到農田水利教育園區，這裡也是一個落羽松秘境。沿着兩旁的落羽松走到最裡面，有一個八卦池，我們走進去看看吧。這裡有一個農田水利文物館，今天沒有開。我們繼續往裡面走吧。在水鎮的兩旁都是種植落羽松，所以在落羽松變色的季節，應該是非常的漂亮。哇，這個八卦池好大哦！我們走到對面的高處看看好了。哦，原來這邊是一個觀景台。走上來這邊是一個小公園。
那現在我們回到市區來吃午餐。今天午餐就選擇在火車站附近的阿香肉羹麵。肉羹蠻大塊的，麵的分量也很多。吃飽後休息了一下，我就繼續往前走去看巨大的鳥居。我們現在終於走到第一個超大的鳥居下面。我們就沿着這條路一直往前走，就會看到林內神社的遺跡。現在我們已經來到第二個鳥居下面的參道，我們就順着參道往上走吧。上來之後，我們會看到前方有第三個鳥居，我們就繼續再沿着參道往上走。走上來之後呢，我們就往廣場的左邊，這邊有一個很大的平台，可以遠眺整個林內鄉。那再往廣場的另一側走，就是神社的主體建築的位置，現已改建為濟公堂。在離開街區後，我穿過鄉間小路，來到老煙樓咖啡。老煙樓咖啡是今年才剛開放的。這裡就像世外桃源一樣，充滿樸實的鄉間氣息。
我點了一杯檸檬咖啡。趁老闆在煮咖啡的時候，我在四處看看。這裡是咖啡園，然後這邊有一些還在日曬的檸檬片。喝完咖啡之後，我們繼續往下一個落羽松秘境吧。現在來到的是九芎落羽松秘境，如果有在追落羽松的朋友，應該都知道這個地點。現在來是綠葉的時候，等它變紅的時候，整片很漂亮。到時候有空的話，再過來拍給大家看咯。看完落羽松之後呢，因為天氣實在太熱了，我要到林內教育部吃一碗芋頭冰。林內教育部除了可以吃芋頭冰以外，它也是芋頭的食農教育基地哦。我們先走到後面看看吧。這是一座石狗，台語稱作龍阿格。這是早期先民引濁水溪灌溉重要的工具。林內鄉每年也會舉辦搶水節，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留意相關資訊哦。在後方繞了一圈，我的冰也好了。我點了芋頭、紅豆、綠豆，芋頭很大塊綿密。夏天吃一碗冰真的很消暑。吃完冰之後，我們就往園區的另一頭走走吧。這邊有一個步道，我們走上去看看吧。这個小平台上面也有一個石狗的意象。在步道兩旁的芋頭有前後錯層，
照片拍起來非常的美。進到烏圖村，你會看到很多的芋頭田，有的芋頭真的長得比我還高。好了，逛了一整天，也差不多該回車站了。旅程最後當然少不了伴手禮，然後到永光麵包這邊買知名的紅豆吐司。其實它吐司種類蠻多的，但我還是鍾愛紅豆吐司，鹿手一條。好了，那今天的林內漫步旅程就到這邊結束嘍。你有來過林內嗎？記得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哦。我是理事長小李，記得幫我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。我們下個漫步旅程再見哦。